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言，今天来讲第二代博物馆了。因为上一次我发布了影片之后呢，我看到了这则评论，那我觉得这个观众讲的有道理，我们是时候来讲一下第二代博物馆了。在第二代博物馆还没有出现之前，虽然我们现在博物馆只是看到第一代第二阶段的争议，还没有看到第二代统帅加入博物馆，不过已经是确认了我们看到的泄露图跟官方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直接用这张图片来做解说。那一开始之前跟大家先讲一下，你们不要因为这一期影片之后而特意去觉醒其中一个统帅。博物馆只是度过过渡期而已，可以让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，又或者平民玩家没有这么多金头的，可以度过那个时期。金头充足的情况下，建议搭配最强5队或7队 C view 的影片，你们可以直接去看，不要因为开而开。首先第一个统帅铁木真是真的没有要救，你们就算开了博物馆也是一样，他本来就已经有足够的高输出，其实官方应该要给他的是生命跟防御，但是官方只有给他防御而已，就算开了博物馆之后也没有满足3维，只有增加防御力 10%， 最大的弱点还是跑得慢，太脆皮。我假设你没有太多的骑兵统帅可以选择，你也没有足够的金头可以觉醒新的统帅，博物馆的文物跟展位接近足够的情况下是可以去开博物馆了。不过搭配方面呢，还是一样要选择一些比较硬的统帅，像萨拉丁啊、武田信玄。不过现在觉醒武田信玄的人其实很少，所以那个只是给大家作为参考。搭配司机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觉得司机搭配铁木真有一点浪费，属于大材小用。最后一个比较硬的统帅包括贝特朗吧，但是我看到这么久以来呢，觉醒贝特朗人是真的很少，所以这个也不用考虑了。萨拉丁至今为止还是有玩家使用，搭配方面呢很多选择，你可以搭配艾塞尔、李成圭、其他的骑兵统帅，甚至我还有看过搭配独女的。我看到蛮长观众跟我说他们拿不到萨拉丁，要等到进入征服赛季之后才可以用每日特惠宝箱拿到萨拉丁，加上现在 KVK 开放的时间越来越快了，比起用萨拉丁，你们可以优先开掉司机跟萨拉丁比较起来有更高的输出，降低对方的防御力、技能伤害提升，还有夹击伤害，把镜头优先留给司机才是最好的选择，并且再加上最近也是要出工兵了，工兵之后就到骑兵，至于新的骑兵会不会更好呢？我们要接着看下去。君士坦丁也是一样的情况，由于他是 MGE 统帅，所以不一定有很多玩家有拿到君士坦丁，并且他这里增加的是攻击力提升 20% 和普攻伤害提升 5%。多数玩家认为这一次君士坦丁的提升算是比较烂了，有升好像没有升一样，它本身的定位就在辅助，也没有直接伤害之类的，就算增加攻击力也是增加到另外一个统帅上面跟他一起搭配了，我认为没有必要，除非你是真的要用君士坦丁打日落或者是失落峡谷。搭配我看到有些为了要让君士坦丁活得更久呢，就用理查搭配君士坦丁，查理马特搭配君士坦丁，萨尔贡哈拉尔搭配君士坦丁都有。亚历山大之前我们看过官方的排行榜呢，其实用亚历山大的玩家还是很多的，有些用大 CP 搭配亚历山大，用关羽搭配亚历山大，就是说他出场率是很高的，我认为博物馆是可以开掉，并且他的博物馆也不算太差，只不过大多数的玩家都比较贪心，希望 20% 以上。这里增加的防御力提升 10% 呢，因为他的技能是要在开护盾之后才有防御力，就变成他在还没有开护盾之前呢，属于比较危险的状态啦，没有什么防御力加成，所以我认为博物馆的亚历山大技能是有必要开掉的。假设你还有在用的话啦，毕竟现在的步兵统帅呢，能用的也没有几个，有很多玩家选择要投资其他的兵种统帅了，所以能用的步兵呢，只剩下关羽啊、大 CP 啊，其他的统帅就要看情况了，甚至有些玩家只是出一堆关羽大 CP 而已。总结来说，目前你还有用亚历山大的话，可以去开他的技能，毕竟现在萨尔贡啊、大 CP 啊，他们都需要护盾来触发他们的技能。假设说你还有继续用查理马特的话，就用查理马特，没有查理马特就可以选择亚历山大。因为现在查理马特他的提升也是蛮夸张一下，步兵攻击力加 35%， 步兵生命值增加 10%， 加上查理马特原有的技能呢，他的3维已经算是很高了。不过比较起功能性的话，亚历山大的功能性还是比较多，任何降低伤害的 debuff 效果都会免疫掉，也可以开小护盾给自己的队友，并且他跑速比较快的关系啊，所以要跑中路去抢棺材呢，还是蛮不错的。搭配关羽跟一般的骑兵没有什么差别。假设说搭配回君士坦丁的话，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啊，也不建议搭配理查。理查现在只是在战场上的一块肉而已，把亚历山大藏在大 CP 跟关羽后面就行了。这一坨米利斯其实它争议算是这一次第二代博物馆里面最高的，不过它的问题也是一样，因为它在 MGE， 所以拥有它的玩家并不多，并且把它觉醒的玩家更少。
因为前期的工兵其实不太强势，就变成很少人会特意去觉醒托米利斯。不过老实说，托米利斯的用途还蛮多的，有些人特意为了要放毒呢，就会开第二个集结，用阿提拉搭配托米利斯。我刚刚也有提到用萨拉丁搭配托米利斯，本多忠胜、阿尔特米、阿曼尼都可以搭配托米利斯，甚至围棋的玩家会用金闪闪搭配托米利斯。不过你们也听到我刚刚所说的搭配啦，如果你以上的统帅都没有呢，就不用特意去练托米利斯把他的博物馆开掉，因为你这样子搞起来的话，其实训练成本还蛮高的，还不如你去配置最强5队7队。不过托米利斯确实是还可以用就对了。至于爱德华呢，这个是已经没有的救了，跟铁木真一样是烂的一批，搭配哪一个工兵统帅都是一样。做主将他要求的怒气太多了，做副将减少1半的直接伤害，还会减少自身的队伍300点怒气。他这个博物馆只是弥补了第4技能而已，第4技能兵力高于 70%， 增加攻击力，但是防御力下降 10%。他这里只是补回去而已，还有输出增加150，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啦。拿他做主将2500加150，确实输出是很高，但是怒气要求也很高，1350点。本多忠胜也是输出很高，但他怒气也是要求这么高，其实都很少人要去用了。再加上本多忠胜还有 AOE， 并且他这里最大的致命还是会扣除自己的怒气300点，除非他搭配的统帅都是像托米利斯这样子只要持续普攻呢就会叠毒。不过我刚刚有提过了，有觉醒托米利斯有去用托米利斯的人很少，等于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救爱德华，并且你如果用爱德华做主将的话，人家一看到哇爱德华肉啊，全部都扑上去了。就是说与其你用爱德华，还不如你用其他的工兵统帅，还要比爱德华来得更好。至于武则天的话，我本人都没有去觉醒武则天这个武则天还是要看个人啊，毕竟只有 K3 的玩家才会去觉醒武则天而已。到了征服赛季，用比较多的依然还是步兵统帅来做主防。武则天就算现在已经出了，我还是没有看到多少人用武则天。用武则天守家也不太现实，现在比较多人开的城市集结依然还是阿提拉，武则天还是被阿提拉克制的，所以武则天要不要开取决于你有没有武则天，并且你是用在什么地方。像埃及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，因为埃及现在比较多人是用司机贞德。不过我还是那句，没有必要为了开而开。那么第2代博物馆已经讲完了，不过我看到有一些观众说，哇，第2代现在比第1代还要来得更糟糕。我不觉得啦，只是第2代它一开始出来的加成没有这么高而已。主要第1代他们已经太久了，而且他们技能的功能性并没有第2代来得更高。像第2代统帅你看还有叠毒啊，有 debuff buff 之类的。第1代统帅比较少，举个例子，凯撒红胡子就是最好的案例。第2代原本的数值其实也比第1代高很多，所以他们增加一点点是可以接受的，只能说现在是平起平坐吧，还不至于第1代超越第2代。不过也确实第2代博物馆也没有特别亮眼，很多统帅就算开了博物馆也只是一般般而已，只有托米利斯是最亮眼的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